如果你在马来西亚有14天的游玩时间，那么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走这一条精华路线，从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出发，前往马六甲、怡保、槟城，再到兰卡威。这条路线可以说涵盖了西马来西亚最经典的人文、美食和海岛元素。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将会分享我们实地走过之后总结出来的保姆级攻略，从城市之间的交通方式到景点怎么安排，当地的美食怎么吃，都会一次讲清楚，帮你用最省心、最方便的方式玩转西马。首先，第一个就是签证。马来西亚对中国呢是实行30天的免签政策，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不用办签证，直接拎行李就可以出发了。也要是换汇，现在马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1.7，建议大家出发前呢先换一点马币。马来西亚它大部分的热门游玩地区啊都是支持支付宝跟微信支付的，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不过像一些路边摊呢，它是只支持现金支付而已，在国内能先换好就先换好。电话卡的话，就以我们在机场购买过的那个 Hotlink 运营商为例，我们当时在机场看的时候，14天的电话套餐是29马币，然后包含50个 G 的流量。然后我在国内查了一下，14天的话，电话套餐是59元人民币，价格其实差不多，所以我建议能够在国内买好就先在国内买好。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从国内直飞到大马，基本上都是落地到吉隆坡国际机场，所以我们就以吉隆坡作为我们西马之旅的第一站。吉隆坡国际机场距离市中心也有60公里的距离哦。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市中心呢？最快的呢，就是在机场2楼这边有一个直达市中心的机场快线，从机场到 KL Sentral 55马币一个人。如果想要更便宜一点的，还可以坐大巴到机场1楼去找这个自助买票机，买到 KL Sentral 的大巴票，只要15马币一个人就可以了。然后 KL Sentral 啊，大家要记住，它就是吉隆坡的中央车站，算是吉隆坡的交通大枢纽。我们之后不管是城内的交通，还是去其他的城市，都会从这里中转。吉隆坡简直就是小说里面 A 市的代表。作为马来西亚的首都啊，我们建议呢安排3天的时间在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这座国际大都市。游玩吉隆坡主要就是去这3个区域，第一个就是 KLCC 的城中区，这个区域就包括了国油双子塔，还有吉隆坡电讯塔，其中这个双子塔就是我们所说的马来西亚的地标啦，它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双塔建筑。交通的话，我们就坐轻轨的 LRT， 在 KLCC 站下车就能到了。双子塔晚上亮灯的时候是最好看的，它跟旁边的灯是不一样的，它的灯是银白色的，特别是在那个喷泉广场那里，那个机会超级好，很多人都在那里跟双子塔合照。刚拍完照片，马上这里就下暴雨了。吉隆坡的天气真的就应了那句歌词一样。吉隆坡的天气它是穿有风雨，下雨啦，又下雨了。靠近天就见到你。走进双子塔里面，我才发现里面竟然是个非常气派的商场，巨大，而且很多品牌都在这里面，是一个逛商场的好地方。第二个区域呢，就是金三角区，这个区域是整个吉隆坡购物广场最多、最繁华的区域，百味年、乐天、五级免登、金河广场，还有成功时代广场，以及各种的奢华酒店都在这个区域。最出名的就是这条星光大道，网上无数人打卡拍照出片过马路的那个麦当劳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怎么来呢？它呢就在5级免登站，我们呢就要坐绿线的单轨列车到达5级免登，叫什么Bukit Bintang，在Bukit Bintang站下车就能够到了。你那时候不是还找了一个独家机位吗？一堆人看见你拍的视频之后，都跟着你去那个机位去拍照，发现哎特别好看。亚罗街距离星光大道也就6分钟的距离。这里呢是金三角区的美食街，一条街都是那种热炒的大排档跟卖小吃的。当时下意识我就以为我们回到了国内，在逛夜市。网上超火的那个超高超长的 Roti Tissue 就在旁边。这个店名叫什么？大鸡扁担饭，10马币一份。他家 Roti Tissue 的这个高度，我感觉是吉隆坡独一份的高了。我们之前也去吃过其他家的 Roti Tissue， 好像都没有他家高。它这个就是它的卖点嘛，吸引很多人来这边打卡拍照。第3个热门区域呢，就是半山巴区。半山巴以前是华人聚集的郊区，所以说这边还保留着很多华人的老屋啊，还有巴萨。巴萨呢，在马来语就是市场的意思。在这个区域最出名也最好吃的就是这个 ICC Putu巴萨，里面这家阿福肠粉、瓦煲咖啡、咖喱面，真的超级多人去排队。但是最令我受不了的是，它里面没有空调，好热。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档口，每个档口都在热火朝天的做菜，顶上面的风扇吹
吹的都是热风，根本不顶用。有去过的朋友告诉我，你们当时去的时候感受是不是这样子？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吉隆坡的道路设计了，对行人超级不友好。完了，我们怎么过去啊？好像是逆行哎，我们这样子啊，我道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啊！天哪，好危险了，赶紧过去！冲！那边有路，那边有路。有了，吓到我！我跟你说，上了他们的高架桥了。不是啊。看到没有？我们经常就是在吉隆坡市区走着走着，哎，路呢？据说是因为吉隆坡在以前啊，道路设计呢是专门优先考虑机动车通行的，所以当你看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吉隆坡它的游玩区域其实并不大的。就比如说你从 KLCC 走到838，看着地图也就3公里而已，对不对？但是当你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过这个马路要走一个天桥，走上去走下来也要7拐8拐的，还要逆行。没错，还要逆行。所以十分建议来到吉隆坡的时候，你在机场或者说任意的车站站点找人工柜台，先办一张交通卡，这样就可以用一张卡搭乘吉隆坡的各种交通工具了。千万不要走路，真的。对了，这里还要讲一个关于马来西亚的小知识，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主要呢就是有3大族群：马来裔、华裔、印度裔，所以我们可以称马来西亚简称为大马，但不要称为马来，因为马来主要指的是马来族群。马来美食跟印度美食在吉隆坡也是随处可见。不过这2个菜式对于第一次见的朋友，乍一看会觉得哎好像哦，但是马来菜的话，马来人比较多，是伊斯兰教人，他们是不吃猪肉，吃牛肉。对。然后印度的话，它是不吃牛肉，也不吃猪肉啊。对，有点忘了，好像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华人，有些会拜观音，他们也不吃牛肉。所以为了保险起见，第一次尝试马来西亚的比较新奇的料理的时候，建议只点鸡肉。没错。最后记得预留1天的时间，打车前往30公里以外的巴生去逛一逛，那里是肉骨茶的发源地哦。肉骨茶是一道马来西亚的传统美食，虽然它的名字里面带有茶这个字啊，但是它其实没有任何茶的成分的，是一道用排骨跟中草药和香料熬制而成的排骨药膳汤，味道很独特哦。然后巴生它的肉骨茶呢，就跟在吉隆坡吃到的肉骨茶完全不一样。告别吉隆坡，我们现在出发马六甲。去马六甲的城际大巴呢，在南湖镇长途客运站，简称 TBS， 可以到现场买票，12马币1个人，也可以下载这个 Bus Online Ticket 马来西亚的 APP 提前买票，需要手续费，但是它支持支付宝支付，车程2个小时就能到达。马六甲可以说是马来西亚最有故事的城市，这里曾经是东南亚最繁忙的港口之一，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也曾停靠在这里哦。马六甲呢，我们建议在这里待上2天。马六甲最值得逛的就是这个唐人街，也叫做机场街，整条街都是中文招牌、骑楼，还有华人会馆。走着走着就会忘记自己好像身处在异国他乡。关键这里还是马六甲的美食集结地，而其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最具有代表性的娘惹菜。娘惹呢，就是当时明朝时期下南洋的华人跟当地的马来人结婚之后的后代，男生就叫做爸爸，女生就叫做娘惹。娘惹菜就是手巧的娘惹，利用中式的烹饪技巧跟东南亚的植物香料结合在一起的独特料理。唐人街里面的娘惹菜餐馆个个都是以前南洋时期的风格，单单看店面的外观都很好出片。想要在马六甲吃娘惹菜的话呢，我推荐可以点这个娘惹 Laksa 鸭生虾，还有这个乌达鱼饼，一定要尝一下马六甲的 Laksa。它是米线搭配浓郁的椰浆跟东南亚的那种辣椒酱叫做3八酱熬煮出来的汤底做出来的汤面，口味是有一点偏甜的，咖喱味也很足。喜欢吃甜食的人，像 Jason 这种呢，就一定要试马六甲的娘惹糕了。他们是用椰丝、糯米、斑斓叶还有马六甲的椰糖结合起来的，所以说这种搭配呢，就让马六甲的娘惹糕都非常的甜。除了娘惹菜，马六甲的海南鸡饭粒也很有特色哦。虽然马六甲曾经是东南亚最繁华的贸易港口，但是后续陆续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之后，这个港口早就已经没落了。不过好在这些国家都将自己最有特点的特色建筑留在了马六甲，像这个荷兰红屋是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旧建筑群，这一片区域都是那种锈红色，非常抓人眼球。没错，这里已经变成了马六甲最标志性的打卡点了。虽然马六甲它的阳光很晒又很热啊，但是这个红色建筑群跟这个气候意外的搭配，有没有？看着也会让人开心一点，没有那么烦躁。没错。
洪湖旁边的圣保罗山是马六甲市中心的制高点，也很值得爬上去看一看哦。这座山不高，10分钟就能够登顶，在山顶就能够眺望整个马六甲的市区，远处还有我们小时候地理课本上面背了无数次的马六甲海峡。告别马六甲，我们现在出发怡保。从马六甲出发怡保呢，也有直达的大巴，50马币一个人，但是呢要坐6到7个小时，因为它距离很远。但我们也可以先返回吉隆坡的中央车站，坐 ETS， 也就是他们的动车，48马币一个人。我们可以到现场买票，也可以下载这个 KTMB 的 APP 提前买票。坐 ETS 呢，2个小时就能到达怡保火车站了。我们其实更推荐回吉隆坡坐动车的方式，因为这样子不仅可以节约时间，重点是怡保的火车站非常的漂亮，被当地人称为是大马的泰姬陵。怡保绝对是马来西亚最被低估的城市了，也是我觉得马来西亚最好吃的城市。我们建议在怡保待上2天，将怡保的美食吃个遍。怡保的华人也非常的多，但怡保的美食跟马六甲那种南洋融合口味又不一样哦。它主要呢是以粤菜为主，甚至我们在怡保还可以直接用粤語無障礙溝通喎。佢裏邊有芽菜啦，要配嘅，另外叫嘅，攞一份芽菜。必吃的第一个美食就是芽菜鸡。我们吃的这一家呢是三妈芽菜鸡，一碟白切鸡跟一碟短短粗粗的豆芽分开上菜。还有我当时没有点米饭，我点的是他们的沙河粉。它这个河粉可以说是我在马来西亚吃过最好吃的河粉啦。重点是它这个补补充充豆芽也非常的好吃，更不要说这个鸡了，是比较嫩滑的那一种，听说是当地的走地鸡。必吃的第二个美食咖喱面，我们吃的呢是这一家新全方咖喱面。虽然网上很多人都说他们家的服务态度差到极致，但不得不说，他们家做的咖喱面十分的地道，很弹牙，特别是那汤底的咖喱味很香哦，一米水也很好喝。我一直很想知道大马本地的朋友对大家的真实评价到底如何。有吃过的话，可以在弹幕区告诉我们哦。必吃的第三个美食茶餐室，老广的早茶文化反而在怡保这边保存的非常完好哎。老城区的晋达河周围全是老牌的茶餐室，像我们吃的这一家新元龙白咖啡就已经开了将近90年了。一杯白咖啡，一个烤面包，再加一个生熟蛋，就可以在这里慢慢咁嘆世界啦。必吃的第四个美食，旺记祖传豆花。可能是因为怡保地下水好的原因，这边的豆浆也很好喝哎。这个绿色其实是黑豆豆浆来的哟，适合来上一代，在怡保这边一边 City Walk 一边喝。然后关于支付问题，就我们刚才说的，很多店铺它只能现金支付，特别就是在怡保这里，所以说呢，建议提前带多点现金。结束怡保，我们出发槟城。槟城其实很大的，我们主要去的是槟城的乔治市。去槟城的交通也可以在这个 KTMB 的 APP 上面买这个通勤列车 KTM 的车票，从怡保到巴特沃，12块8马币一个人，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巴特沃，不用出站就可以在巴特沃的自助买票机买到乔治市的水上公交票，2马币一个人，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乔治市的码头了。槟城可以说是最适合中国人来马来西亚旅游的城市，我们建议在这里待上3天的时间，好好的逛一下槟城乔治市。槟城带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建筑群，就是这个姓氏桥，它是一个以同姓同宗聚集的华人海上村落，据说是当年福建人下南洋谋生的时候，在这个木桥的边上一块一块搭出来的家，像这条延伸到海上的木桥就是他们的大陆，桥的2边就是他们的房子。其实不看房屋底下那一些海水的话，这排屋的装修还是挺好看的，门家还有自己的小院子呢，还挺惬意的。就是不知道住在这里的话会不会发潮。槟城的宗祠也是必来打卡的地方，槟城的宗祠文化就是中国宗族文化的延续啦，不管是宗祠修缮的豪华程度，还是传统仪式的保留，都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好气派，是啊，比我高2倍。乔治市在2008年的时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推荐大家可以乘坐由政府提供的免费巴士，简称 CAT， 坐上这个免费巴士就可以乘车游览一圈，把乔治市的世界文化遗产都看一遍。来槟城一定要带上你1TB 的胃，因为这一边遍地都是美食。3条路888福建面，我们吃了卤面还有福建面，这2个面的汤底都能够吃得出来那种虾的味道。而且我发现这边的华人做面真的是一流，面都是很劲道的，汤底也很鲜美，所以说我在这边吃福建面或者咖喱面这一类的美食，基本上都不用看网红店，只要华人多，闭眼冲准没错。槟城的小贩中心是好几个小吃摊共用一个区域的，我们在槟榔绿的驰名 Leksa 这里点了 Leksa， 然后呢又在槟城潮州蒸多冰这里点了煎
鲜蕊和罗惹。我们之前不是已经在马六甲吃了马六甲口味的 Lesa 了吗？但是槟城的 Lesa 跟马六甲的 Lesa 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哦。槟城的 Lesa 是酸酸辣辣的汤底，就连米粉也是这种 Q 弹的辣粉。这明显就是你喜欢的口味啦。我就喜欢吃酸辣不甜的。还有一个必吃的美食就是罗惹，罗惹就长这样，它是用一个酱料跟各种的水果拌在一起的。当时我们吃好像味道很独特，我记得是那种水果又甜又咸的酱，完全吃不惯。对，去到的话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Hot Pot White Curry Meat， 槟城首创的白咖喱面呢，适合像 Jason 这种吃不了辣的人。一绝哦！那天我去吃的时候，哇，这味道跟普通的那种咖喱面又是不一样的。它的白的汤底是用了椰浆做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喝起来的话是有一种椰子鸡汤的味道。然后面不用担心，依然是非常的劲道。它旁边不是还有一个辣椒酱吗？你加了辣椒酱之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有一点点辣，但也不是很辣，不两管人吃的那种辣。福罗茨华巴萨，福罗茨华的巴萨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小贩中心，像这家冰华乐乐就很多本地人来吃啊，它就有点像那种麻辣烫一样。还有这个只有在槟城才能够喝得到的肉豆蔻水，每一个饮料档口都有，值得来上一杯。莫定标娘惹糕点，开了93年的米其林娘惹糕餐厅哦。没错 ，Lesa 有南北差异，就连娘惹糕它也有南北差异。我们在马六甲吃的娘惹糕基本上就都是甜口的，但是槟城的娘惹糕反而没有那么甜哦，甚至有一些是咸口的。像这个小金杯，我就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菜，我喜欢吃。最后都来槟城了，那必须来吃榴莲。槟城可是榴莲的种植地哦。那么榴莲去哪里买呢？第一个，我们导航到槟城街头艺术街区，那里呢就有榴莲一条街。第二个地方就导航到这个 Durian Central Macalister， 这边呢也有一条街都是卖榴莲的。第三个地方就是佛罗茨华的巴萨，在这一边时不时也会有一些摊贩推着榴莲走动贩卖。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一天一个。当地人偏爱的是那种树熟自然掉落的榴莲，偏爱的就是那种树熟之后甜到发苦的浓郁风味。当我们接受了这种浓郁的风味之后呢，就可以尝试各种进阶版不同品种的榴莲了。我敢说啊，在槟城，在马来西亚这边吧，跟我们国内吃到榴莲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值得你亲身来这里试一下。结束了槟城的饕餮之旅之后，我们继续往北走，去兰卡威度假，作为我们的收官之战。槟城离兰卡威不远，直接在槟城呢就可以坐飞机直达了，200块钱人民币这样子，40分钟就能够到达。兰卡威是我们这一趟西马之旅性价比最高的海岛哦，我们也是建议在这里待2天的时间，然后报一个马来西亚最划算的跳岛游。兰卡威是马来原住民的生活岛屿，真南海滩是整座岛上最热闹的地方了。这里没有热门岛的那些商业和繁华，更像是马来西亚人周末来放松的后花园。但是这边有全马来西亚最便宜的出海项目，在真南海滩的主路这里就有很多旅行社可以报跳岛游。我们当时就在这家 AB 旅行社报了一个30马币一个人的跳岛游，4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跳到兰卡威周围的3个岛屿上面去游玩了。我们当时去的第一个岛呢，就是孕妇岛，这是一个需要另外买6马币的门票去爬山的岛。我们当时也就爬了10分钟这样子，就到孕妇岛的内湖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去大石岛喂老鹰，这个岛是不能上岛的哦，但是船夫呢会抛食物引诱老鹰来吃，看老鹰俯冲下来捕猎的时候，我感觉老鹰超帅。最后第3个，终于到了我们心目中真正的海岛了，它叫做施米岛，也是我们的启蒙海岛来的哦。因为我当时第一次跳岛，真的没有什么经验，沙滩巾、泳衣、拖鞋，什么装备都没有带，所以完全不能够下水游玩。但是那个海岛我们那时候玩得好开心，我还记得有一个荡秋千的轮胎，我跟老外这里荡像猴子一样。好了，那我们这一趟2周时间的西马之旅呢，就在兰凯威这里结束了。10天的时间，按照这样子的顺序分配，刚刚好。游完这个路线啊，我相信你对马来西亚会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拜拜。